好，我是阿力。我们今天呢来回顾一下整个2021年，咱们频道聊的最多的两个币，一个呢就是狗狗币，另一个呢就是史币。因为咱们这个频道啊，最开始是因为狗狗币而起来的，后来呢又遇到了史币，或者是你也可以称为柴犬币啊，那么将狗狗币的威风打了下去。但是呢，整个2021年狗狗币依然是涨了3498.94%。史币更猛啊，整个2021年涨了是4900万，也就是翻了49万倍。不管怎么样，2021年已经过去了，我们总结一下，顺便呢再展望一下2022年狗币和史币还有没有这么好的成绩能够拿得出来。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希望你能够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次视频了。2021年1月1日，狗狗币涨了19%。当天的收盘价呢是0.0056美元，1月2日涨了88%。我当时呢在优管的社区非常兴奋的跟大家分享。那么了解狗狗币的朋友应该都还记得，在此之前的2020年12月20号，伊隆马斯克第一次呢在推特上正式喊单狗狗币。那么随后呢，马斯克用尽各种办法推广狗狗币。那是狗狗币最高光的时刻啊！后来又经历了 SNL 周六夜场秀啊，狗狗币的带货。当时伊隆马斯克在周六夜场秀上面说啊，狗狗币的来历，他说狗狗币最开始是一个笑话，已经经历了8年。当年跟狗狗币一同出现的很多币都已经找不到踪影了，但是狗狗币的生命力之顽强实属罕见。但是伊隆马斯克说话呢，也是不经过大脑。主持人问狗狗币是不是骗局，伊隆马斯克说：“哎，这就是骗局。”随后，狗狗币本来是一路飙涨到了0.75美元，眼看着呢就能往1美元去冲击了。但是呢，伊隆马斯克这个骗局的这句话一出来啊，狗狗币就应声下跌了。其实啊，早期进场的朋友都经历了这一波的暴涨的这个红利期啊。那么我自己呢是在2020年12月份就开始进场了，所以我是经历了这个红利期的。但是呢，相对于在0.75才开始进场的朋友来讲，日子确实没有那么好过了。从0.75到今天的0.15，狗狗币也是经历了长达半年的黑暗的时刻。2021年5月8日，狗狗币创下了历史新高0.75美元。但是呢，我相信啊，这绝对不是永远的高点，一定会有一天，狗狗币再次冲破新高。2021年5月8日，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啊，那就是欧易交易所上线了柴犬币，也就是我们说的史币。属于第一个上线史币的大型交易所，上线当天史币涨了128%，2天之后啊，币安才上线史币啊，上线当天涨幅了97%。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啊，欧易交易所呢还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大家呢可以去我的视频下方去找到欧易的注册的链接，所有人的交易费都打8折，可以进行狗狗币和史币的币交易。大家都知道啊，史币最开始打出的口号呢，就是杀死狗狗币，这让我一个狗狗币的持有者啊，或者是支持者非常的不爽。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都没有怎么看好这个史币。但是呢，史币的涨幅之大，足以让一个人服气。那么我后来呢，也是牛刀小试买了一些史币啊，很多老观众都知道啊。而且最关键的是，伊隆马斯克屡次发推特喊单史币，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以至于呢，他后来再喊单狗狗币的时候就不好使了。但是呢，后面这个史币社区呢也是非常的争气啊，他们相继推出了 ShapeSwap， 再后来推出了元宇宙的游戏 Starlink 代币。那么这2天好像史币还出了什么这个 DAO 道啊。总之呢，什么火史币就出什么，什么热史币就蹭什么。很多开始买入史币的朋友也是跟着赚了很多啊，但是目前狗狗币和史币都因为整个市场行情的不好而受到非常严重的拖累。史币啊，我不知道还能不能涨啊，就是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但是呢，我非常确信狗狗币总有一天还会涨回来啊！为什么呢？大家听我讲 ，SpaceX 将在今年的第1季度发射 Dogeone 的火箭，并将一颗真正的狗狗币送到月球上，而且呢，整个火箭的支付的费用全部使用狗狗币来进行支付。所以说啊，我看到的是今年狗狗币会有行情。史币呢，我是真的看不懂啊。但是很多人都说啊，史币不涨就意味着熊市来了，只有史币再次涨上去，才意味着行情还在啊。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大家可以发表你的意见，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意见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还看到 AMC 的老板发推文说啊，3月份有望看到在 AMC 的网站上同时出现
狗币和史币的这个支付的端口，比如说啊，你可以用狗币和史币啊，同时来买这个电影票了，在 AMC 的电影院。但是呢，有一点啊，你要记住，狗币的支付的费用啊，支付的这个手续费非常非常的低，而史币每一笔交易都要支付$19的差不多$19的这个gas fee 啊，大家可以这个比较一下啊。那么不管怎么说嘛，我们今天这个总结呢，也算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阶段性的告别啊。很多一路跟着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最开始啊只讲狗币，那么后来到这个去研究比特币啊，因为这个我发现狗币的涨幅跟比特币的这个关联性非常大，我就开始研究比特币的大数据啊。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我的视频，那个再后来呢，我就开始看到了以太坊，然后去研究以太坊的这个2.0，以太坊的质押，再到目前的这个寻找价值币啊，研究 DeFi 的项目啊，认真的去学习 Web 3.0和这个道啊，甚至呢，我最近也有在钻研这个 NFT 的创作。那么我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都告诉大家了，大家也在我的视频里面也都看到了。那么我自中啊都认为，人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才能不被这个高速发展的世界所抛弃。那么我希望咱们的观众也跟我一样啊，不要只听别人讲如何如何，也要自己呢去跟上步伐，主动去学习，主动思考。那么我们呢都是人，是会思考的人，我们不要做只会人云亦云的鹦鹉。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所有的内容了，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思考。我也会持续不断创作更好更有价值的内容，希望你能够点赞、转发、加订阅，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Peace。